从12月24号以来，俄方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官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称乌克兰有可能使用脏弹。而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大兵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俄方把这个话题往核上面引了，几十次应该是有了。那么这次乌方是否真的如俄方所说，打算使用脏弹？这背后又隐藏了俄方什么意图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10月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称，俄方已经掌握了关于乌克兰并且拥有制造脏弹的具体信息，并且他们通过各种相关渠道反复核查，猜测乌方已经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仿制品，计划在该导弹的集束弹头填充放射性物质，然后由乌方防空部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禁区上空将其击落，以此宣称是俄方发射了一枚脏弹。面对俄方这样的指控呢，乌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立刻发文表示，乌克兰是忠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的成员国，基辅也从未准备获取脏弹。同时，乌方已经正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驻专家前往乌境内，用以核实俄方所谓的脏弹计划的不实指控。此后，英美法也紧急发布联合声明称，俄方这次的虚假指控实际上是升级战场局势的借口。如果俄罗斯使用脏弹或者任何其他核武器，将面临严重后果。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称北约盟国拒绝俄方的说法，并称俄方不可以利用这个作为升级战争的借口。那么，俄方口中的脏弹究竟是什么呢？严格来说，脏弹呢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武器名称，它只是一类装备的总称。只要能够满足大规模扩散核污染这一个条件，就能够称之为脏弹。与传统核武器不同的是，脏弹不会产生核爆炸，威力也小得多，内部装填传统爆炸物，比如黄色炸药等，通过巨大的爆炸力将内含的放射性颗粒抛射散布到空气中，造成相当于核放射性的尘埃污染，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伤害。不过，脏弹在爆炸时对人类造成的直接健康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受影响地区的大多数人在经历致命剂量的辐射之前，完全有能力逃脱。但在脏弹爆炸后，这个国家就不得不疏散城市，甚至放弃整个城市，经济损失相当大。也就是说，脏弹实际上是一个制造民众恐慌、污染财产的工具。那么，乌克兰是否有能力制造脏弹呢？从材料方面来说，乌克兰其实并不缺乏制造脏弹的材料。目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南乌克兰核电站等还储存有数千个乏燃料储罐，而脏弹的制造又相对简单，基本上就没什么技术门槛。例如，在1995年，车臣非法武装就曾经使用过铯137和几十公斤炸药包包裹在一起，试图在莫斯科引爆并制造放射性污染事件。因此，如果乌克兰真的想要制造脏弹，那么他拿着手头的航空炸弹、榴弹、炮弹，把核废料和炸药揉吧装在一起，装在飞机上丢出去，装填到火炮内打出去，甚至找辆皮卡车用无人机带着放射性废料直接往地上撒都没有问题。因此，乌克兰完全具备制造脏弹的能力，但他们完全没理由这么做，也根本不会这么做。而对于俄方这一指责呢，大兵认为俄方用脏弹这样的说辞给乌克兰泼脏水，那真的是要多脏有多脏啊。众所周知，当初乌克兰作为苏联工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曾经保有苏军大量的核弹。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作为第二大继承国，虽然当时他们一晚上就坐拥了3000多枚核弹头，但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发射指令。此后，在1994年，美、英、俄、乌共同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后，乌克兰的核武已经全部运往俄罗斯境内进行销毁。而且，虽然乌克兰境内有大量的核电站，但这么多年来呢，从未听说过乌克兰秘密加工核原料和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同时，乌克兰是核不扩散条约坚定的成员，因此俄方口中所说的脏弹计划根本就是空穴来风的事情。那么乌克兰既没有脏弹，也没有理由制造脏弹，那么俄方没来由的指责乌方又隐藏什么呢？泽连斯基前不久回应俄方指责时曾这么说过，如果俄方称乌克兰正在准备做什么，那么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俄罗斯自己已经准备好做这一切了。再加上之前众多名俄官员强调，俄罗斯没有用核弹威胁任何人，只有在敌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等情况，他们才可能使用核武器。
因此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或许是准备用脏弹来栽赃乌克兰，然后再名正言顺地使用核弹。这次俄方的指责或许也正是在测试外界对此的反应。当然了，大兵猜测也是有根据的。在10月21号，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曾经通话讨论国际安全和乌克兰局势问题。这是两国防长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2次通话，上一次呢是在今年5月份。紧接着在10月23号，双方再次通电话，这是双方在3天内的第2次通话。据了解，美防长奥斯汀在这次通话中拒绝俄罗斯升级冲突的任何理由，俄方未透露通话细节。而根据美联社当天的消息，23号，绍伊古还与法国防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土耳其防长胡卢西·阿尔卡、英国防长本·华莱士通了电话。其中呢，不只提到乌克兰脏弹，还说俄乌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失控升级。而面对绍伊古放出的这些消息3国防长都表示，他们拒绝卷入任何形式的战争升级，俄方也不应该以此来升级战争。此外，美防长奥斯汀与绍伊古通话后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也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表示，美国否认绍伊古的错误指控，世界也将识破俄方以乌克兰脏弹为借口升级战争的企图。因此，俄方是否有可能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才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毕竟2战结束后，各国就再也没有在战争中使用核弹的先例了。而目前的俄乌战争形势来讲，如果俄方使用了核武器，一定会对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后世界各国不管军事力量强或弱，都会搞自己的核武器。显然这种情况只会让世界格局更为混乱。因此，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弹，那么一定会和美英法3国所说的一样，俄罗斯将面对极为严重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方曾多次扬言要使用核武器，其设定的使用红线每次呢也都有不同的地方，但这些使用红线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被越过好几次了。最近的一次呢是10月8号，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在此之前，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在7月中旬就撂下狠话，他表示，如果乌克兰敢打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或将使用核武器来报复。但最终的结果是，俄军只是用了常规手段空袭了乌克兰境内。所以这次俄方再一次故弄玄虚，无疑是让各国紧张了起来。毕竟俄罗斯设定的红线一退再退，很难预测他们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真正的决定使用核武器。目前还不太清楚俄方在这次的把戏究竟是想干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那么当年就不会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将手中的核弹全部销毁了。而反观俄罗斯这边，它作为保障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国家之一，此刻竟然还反过来指责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属实让大兵刮目相看了。这里大兵插一个小知识刚才提到俄罗斯是保障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美英俄乌在1994年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中规定，乌克兰承诺放弃核武器之后，俄美英将共同作为担保方，保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不干涉乌克兰内政。可是自乌方销毁完核武器后，仅20年时间，这个备忘录在俄罗斯眼中呢，就成了过时失效的历史文件。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这让乌克兰怎么办？唯一能保证自己安全的办法便是加入北约了，这也是这次俄乌战争的开端。而俄乌之间一系列矛盾，完全是俄方言而无信、仗势欺人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约各国绝不能让俄罗斯获胜的原因之一。毕竟，一个毫无信义的国家发动入侵战争还获胜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以俄罗斯一贯的扩张传统来说，未来这种事情或许还会发生。截止大兵写到这里这次事件的最新进展是10月2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表示，核查人员正在前往乌克兰的途中，他们将在未来几天内核实关于乌克兰制造脏弹的相关信息。核查完成后会公布这次的调查结果，等到这期视频发出来，或许结果就已经发出来。总而言之呢，在历史上，乌克兰曾经为人类安全把核武器都放弃了，其中包括1200多枚洲际导弹核弹头、2500枚战术核武器，以及40余架可以投射核弹的战略轰炸机，170个核弹发射井。乌克兰根本没有必要搞什么脏弹，污染自己国土不说，实际上给俄国也造成不了什么杀伤。
而搞脏蛋，他们也会失去道义，失去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得不偿失，自取灭亡。相反，只有俄国那群疯子才会有这样的举动。目前乌克兰连常规的温压弹、白磷弹、凝固汽油弹都没有，还搞脏弹，有这功夫、精力和财力，造他1万枚温压弹不香吗？既不污染环境，又能大规模杀伤俄军。最后大兵就想到了9月份俄方曾经造谣指控乌克兰准备炸新卡霍夫卡大坝，但事实上呢，实际上是俄军为了阻止乌军前进，用图95战略远程轰炸机发射了8枚重型反舰导弹，炸毁了位于克里沃洛格的因古莱茨河大坝。大量河水冲向下游，下游河水水位直接暴涨了5米，大量的农田、部分城镇住宅被淹没，当地民众呢是失去了栖身之所，同时也冲毁了乌军的浮桥。而连续多次的事件都证明，俄方想干坏事之前呢，必然是先指责对方，想先抢占道义和舆论制高点，简直太有规律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